这个伪军可不一般，简直就是伪军界的战力天花板。只见他随手一扔，便精准地将手榴弹扔到了炮楼的窗口里。还好大本事眼疾手快，连忙将手榴弹捡起又给扔了出去。郑傻子见此情形也是满脑子困惑，从未失过手的他又连忙拿出了2颗手榴弹。那身上肉饼，这看你傻呀！只要这2颗手榴弹扔中，他今天肉饼就能管够。很快他又将1颗手榴弹精准地扔进了炮楼的窗口里。大本事还没来得及走出阴影，又立刻拾起来给扔了出去。这下大本事算是彻底给炸懵了。可此时突然窗口又飞进来1颗手榴弹，大本事当即条件反射地跑了出去，这才逃过了一劫。此时外面的伪军见炮楼里没了动静，便以为成功了，于是欣喜若狂的又朝炮楼发起了冲锋。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刚冲到炮楼底下，石头他们就从后面发起了进攻，而且大本事此时也晕乎乎的醒了过来，架着机枪对着伪军就是一顿扫射。一时间伪军被前后夹击，死伤惨重，就剩下几个人逃往了一旁的军需仓库，而大本事他们见状也连忙包围了过去。不是，他走了，你是不是给手榴弹炸晕了？大本事已然被手榴弹给炸懵了，愤怒的让人在屋外点火熏这群伪军，逼迫他们出来投降。可随着外面的火越烧越旺，大本事此时心中的怒火也越来越大。王八蛋，兔崽子，二狗子，想炸死老子，老子烧死你们！就这样，大本事对着库房里的伪军骂了10来分钟。不仅如此，还让热闹在屋后面也开始放火烧，而里面的伪军此时已经被浓浓的烟雾给呛得受不了了。长官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投降吧！八路爷爷，饶命啊！俺们也不想给您打，都是日本人给逼的。话刚说完，伪军军官就带队出来投降了，一个个都跪在大本事他们的面前。而此时大本事只想找出刚才扔手榴弹炸他的那个伪军，伪军们还以为冤有头债有主，于是纷纷指认出郑傻子。而大本事见可算找着这小子了，于是连忙把他给抓了过来。不过大本事可舍不得杀了郑傻子，因为他看中了他的身手。把跪地里送给老子砍了！大本事这一决定让他瞬间懵了，而他也成功的被大本事给吸收到了队伍。不过这小子进来的第一天就可劲儿的造地瓜跟窝窝头，这一举动愣是把一旁的算盘都给看傻了。等大本事过来后，就想询问他为啥把手榴弹扔得那么准，可没想到这小子当初是为了吃饱饭才苦练出来扔手榴弹的本领。大本事一听这是瞬间高兴坏了，自己这是捡到宝了呀。而此时另一边，鬼子寺内勇在得知炮楼被一群民兵给端了后暴跳如雷，疯狂的教训着这群伪军。不过相比丢失炮楼，他还有一个更生气的事，那就是大本事还抢走了他们的重机枪，因为那上面有他们象征着日本皇家的菊花标记。记住，你们的命没有进城之前